震惊惨案，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无一生还。我躲在柜子里，紧张的不敢喘气，因为我知道那只黑熊已经闯进我家了。桌上的物品纷纷掉落，沉重的踱步声在客厅响起。我知道那只黑熊正在找我，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张叔发消息：张叔，现在黑熊在我家，千万别上来。信息发出去后，可一直没有等到张叔的回复，但黑熊咆哮的声音却让更多的业主听到。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门外的怪叫？好像真是什么动物的声音。我怎么没听到？你们怎么和503的业主一起跟大家开玩笑？我也听到了，确实有声音。见状，我赶忙回复：我没有骗你们，都锁好门窗，黑熊真的来了。此话一出，群里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密切地关注着我所在的单元楼。这时我在群里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张叔，因为张叔刚刚说要过来，但现在我发消息却没有人回复，大家众说纷纭，但都联系不上张叔。我正为此紧张时，客厅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难道黑熊发现我了？我紧紧地捂着嘴巴，生怕自己喘息的声音被听到。柜子外突然传来了细小的吸气声，我这才反应过来，狗熊的鼻子可要比人类灵敏，就算我不发出声音，光凭味道它也会找到我。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仿佛与我只有1门之隔。听声音，它应该是打开了冰箱。我暗自吁了一口气，还好冰箱里有半罐蜂蜜。柜门外又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声，好像什么东西掉了。紧接着那呼吸声再次贴近，而且指甲摩擦柜门的声音也渐渐响起。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面对柜子外的黑熊。就在这时，我听到楼道响起了欢快的脚步声，黑熊仿佛也注意到，吭哧吭哧地向外走去。会是谁在门外？我紧张地掏出手机，翻看着群内的信息。明明所有人都回复了消息，不应该有人上楼啊！我扫了一眼时间，糟了，现在是放学时间。走廊外果然响起了孩子哼歌的声音，是贝贝。601家的小丫头，每次放学遇见她的时候，都会兴高采烈地向我问好。黑熊也被这突然传来的声音所吸引，我知道如果我不出去救贝贝，他肯定会出事。我缓缓地推开柜门，露出一个缝隙，发现黑熊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门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在我的印象里，501的房门是开着的。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但太危险了，机会只有一次。我的双腿一直在打颤，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屏住呼吸离开柜子，悄悄地躲在黑熊的身后。当贝贝出现在视线内的时候，我和黑熊都行动了，对着贝贝喊叫。孩子一瞬间被吓得呆在了原地。就是这个时候，我猛然冲过去抱住了他，借着向前的冲力，带着贝贝进入了501。黑熊显然是没有想到我的动作，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冲了过来。我连滚带爬地关上了房门，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刚才实在太紧急了，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腿被刮掉了一大块皮。我安抚了一下贝贝，而门外又响起了撞门的声音，那只黑熊的力道越来越大。正感到绝望的时候，一阵铃声响起，我趴在猫眼上向外看去，发现我家单元门锁的铃声响了起来。可下一秒，客厅传来的声音让我冷汗直流。小姑娘，我是张叔，物业让我过来给你送东西，你开下门。张叔果然还是来了，而且这个黑熊还接通了电话，像是在模仿人说话一样。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难道那只黑熊真的听懂了张叔说的话？而且接完电话后，黑熊居然向着楼下走去。我赶忙给张叔拨通了视频电话，我在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过了半晌，张叔的面庞才出现在手机屏幕中。姑娘，你没事吧？你的家里怎么这么黑？张叔，我家进了头熊，我知道你很难相信，但现在那头熊下楼了，你赶紧跑，不然……还没等我说完，我就听到楼下单元门开锁的声音。张叔接电话的时候还一脸轻松，可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他露出了惊悚的表情。又是一声惨叫，紧接着视频通话便中断了。我倒吸一口凉气，赶忙打开门，对着楼下大喊：我就在楼上，你不是要吃我吗？来啊！我虽然很紧张，但我想吸引黑熊上楼，这样他就没机会再伤害张叔了。黑熊的咆哮声在楼道里再次回响，我看着躲在我身旁瑟瑟发抖的贝贝。虽然这个举动吸引了黑熊，但终究是杯水车薪。我咬了咬牙，离开了房间，并告诉贝贝不要给任何人开门。说罢，我便向着楼上跑去。我现在只能吸引黑熊，争取能和黑熊错开下楼的位置。毕竟我们小区除了楼道，还有一个额外的消防通道。可腿部的伤让我很难上楼，好不容易一瘸一拐地上了几层，腿部的疼痛差点让我昏厥过去。可我一回头，却发现黑熊已经出现在身后。在和黑熊对视的一瞬间，他张着血盆大口扑向我。我绝望地闭上了眼。几声微弱的响声响起，等我再睁眼才看到帽子叔叔使用麻醉针控制住了黑熊，而我也被顺利救下。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张叔看到黑熊后就躺在地上装死，而我的声音正好吸引了黑熊。
被捕的黑熊很快也被人们认了出来，正是之前在荒山上居住的黑熊。当时人们在铲平荒山的时候，就能在工地听到黑熊吼叫的声音。也许黑熊觉得是我们人类占据了它的家园。现在黑熊已经被送往动物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至于501和401，在两人看到黑熊的第一时间就被拍晕了，所幸并无大碍。当帽子叔叔问起我是怎么发现黑熊的时候，我想起了那篇帖子，可在翻看手机却发现它消失了。看样子是我改变了未来的结果。也许冥冥之中，那条帖子就是希望我能扭转未来，避免悲剧的发生。过了半个月，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直到我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我又看见了那只黑熊。它完全没有了那天的凶残，眼神中也露出些许安心。只不过它在认出我后，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回想起那天它的种种行为，难道它真的只是一头普通的黑熊吗？因为朋友圈的动态让我陷入了危险。前2天，我偶然刷到闺蜜的朋友圈，因为许久没联系，也好奇她的近况。点开后发现只是一些风景照片，但是看到发布的位置信息，好像离我并不远。我赶忙点开聊天框，小美，你在我家附近吗？那边回复的也很快，对呀，来附近见同事。我还打趣的说到见帅哥吗？随后他便没有回复，总觉得他今天的语气有点奇怪，但我也没有多想。可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惊悚的事情，我因为玩游戏玩过了头，看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1点，我便准备睡觉。但此刻一个微小的声音却让我头皮发麻，那是人的喘息声，很轻，但是被我的耳朵捕捉到了。我心跳加快，冷汗也从额头缓缓渗出，一个清晰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浮现，有人进我家了。随后便看到我卧室门被人缓慢地推开，我死死盯着卧室门，是谁？你想干嘛？我壮起胆子大声呵斥着，声音虽然很大，可因为恐惧还是夹杂着颤音。门口的人可能被吓到，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但是透过门缝，我看到此时客厅的大门已经大开，人影飞快闪过，但他的脚步特别轻，甚至连走廊的声控灯都没亮。我赶忙抓起电话报警，从来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随后警察很快赶到，开始了调查。家里不敢住了，我只能到附近的酒店暂住。第2天，我正在椅子上休息，又看到闺蜜小美的朋友圈，照片上正是自己住的酒店。我有些惊讶，难道她也在这儿？而当我在看手机的时候被吓坏了，小美又更新了朋友圈，照片上显示她就在我身后，而且手也差点就碰到我了。我猛地回头，却并没有发现她，恐怖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赶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缓了一会后，我想着一定是小美的恶作剧，我便发消息给她，别开这种玩笑了，一点都不好玩。她也只是回复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新闻，突然小美给我发来消息，竟然是一张我在床上玩手机的照片。很快我便听到卫生间里有脚步声，迎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男人微笑地向我走来，我内心绝望至极。眼看我要被抓到时，警察也在这个时候冲了进来。原来男人是个变态，他一早就杀死了我的闺蜜小美，然后通过小美的好友列表盯上了我。就在昨天晚上，拿着我留在小美那里的备用钥匙打开我的家门。通过昨晚上报警，警察知道我肯定是被这个变态的男人盯上了，这才及时解救了我，不然后果真的难以想象。我从没想过，手机上和我聊天的竟然不是我的姐姐。我的姐姐毕业后就去了外地，我们每天都会聊天，分享一天的趣事。今天早上，我连续给姐姐发了3条消息，都没有回应。我虽然有点疑惑，但以为姐姐是忙于工作，就没当回事。第2节选修课时，小可，姐姐在上班的路上，脚被砖块砸伤了，你能过来看看姐姐吗？看到姐姐发来的消息，我有些担忧，但是隐约感觉她说话的方式有些奇怪。小可是我的小名，可姐姐一般只有生气的时候才这么叫我，而且姐姐都直接说我，很少自称姐姐。也可能是我想多了。我盯着屏幕，刚想回复，那边突然又发了2个哭哭的表情过来。我皱了皱眉，那种不安的第6感又涌上心头，就好像对面在跟我聊天的根本不是我的姐姐一样，因为姐姐聊天从来不发表情。我犹豫了一下，回复道：姐，你发个视频给我看看呗，我看看你伤得严重不？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回了一句：好吧，你等等。随即一张照片发了过来，是姐姐的脚部照片。我们之前一起做美甲的图案还没全掉完，脚面上还裹着纱布，但应该不是很严重。我松口气，看样子是我太敏感了。我又和姐姐说了几句话，但她话里话外都是让我过去看她的意思，我便只好答应她。我明早请完假就来看你。不行，对面态度强硬，随即似乎认识到不对，放缓了语气。姐姐一个人晚饭都做不了，小可晚饭前能到这吗？晚饭前我试试吧。心里却对姐姐这样强制的态度有点抵触。下课后，我赶忙回到寝室收拾行李。小可，你去哪儿？室友问我。
我顺手把手机递了过去，我准备请假去照顾一下我姐，她脚受伤了。室友看着手机，我们一会儿要排练啊，明天就要上台了。我看你姐不是有人照顾吗？我心头一震，她不是一个人吗？我迅速凑了过去，你看这角度，明明就是另一个人拍的。我拿过手机，打开照相功能往自己的脚拍去，尝试了几次，果然这个角度很难自己才能拍到。我觉察到不对劲，我赶忙拨通了姐姐的视频电话，铃声响起不久便被挂断了。姐，你怎么不接视频？对面很快回复，姐姐现在很累，打视频干什么？你不是马上就过来了吗？我盯着她的回复，猜疑越来越重。姐，你上次给我买的那条裤子的纽扣掉了，我带到你那儿，你刚好帮我缝一下呗。好，那你带过来吧，我顺手帮你缝了。看到这段话，我如坠冰窖。他上次给我买的明明是双鞋子，而且他根本不会缝衣服，现在跟我聊天的到底是谁？我越想越害怕，赶过去的同时也给发小打了个电话。他和姐姐住在同一个小区，了解了事情原委。他主动提出装成物业先帮我去看一下。我坐在车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过了一会儿，家里的灯是亮着的，我敲了好久的门，没人回应。你姐是不是睡着了？那你有听到狗叫的声音吗？没有啊，难道出去遛狗了？坏了，真出事了。挂了电话，我赶忙打电话报警，警察也说很快就到。我赶到的时候，看到警察正好押着几个人出来。我冲进屋子里，最先看到的是躺在门口僵直没了呼吸的乐乐。我身体不自觉地抖了起来，走进卧室，看到发小正在安慰着姐姐，鼻子一酸，直接冲过去扑到姐姐的怀里，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一个拐卖妇女的团伙，早就盯上了一个人住的姐姐，并在早上姐姐准备上班时冲进了姐姐的屋子。可没想到我刚好给姐姐发了消息，就想把我也骗过去，我才会觉察到不对劲，并且报了警。也很感谢我的室友和发小，如果不是他们，那后果真的不敢想象。我再也不敢随便发朋友圈了。这天凌晨3点，玩游戏玩过头的我发了条朋友圈，好想吃小龙虾呀。然后我便扔下手机准备入睡，半梦半醒间，我听到了敲门声，有人在门口喊着：“有人在吗？麻烦您拿一下餐。”可我并没有下单。正当我要打开外卖软件查看时，门外的声音再次响起：“拿一下外卖。”透过漆黑的客厅，我死死盯着那扇门，一动不动，感觉门外的人下一秒就会破门而入。外面不一会儿传来脚步声，他应该是走了。我顿时感到一阵后怕。当我第二天上班时，问了闺蜜，闺蜜说昨晚没看到我发朋友圈。我看了看，没错，朋友圈确实没发出去。那外卖怎么会送到我家？不会有人正在暗处监视着我吧？夜晚，我害怕到失眠了。这回的敲门声极其富有规律，不快不慢，每次3下。我打开手机，又是凌晨3点。我瞪大双眼，敲门声再次响起：“您的外卖取一下。”我蹑手蹑脚走到门口，屏住呼吸，从猫眼往外望，的确是外卖小哥。他见屋里可能没人，便开始打电话。手机突然的震动，吓得我没拿住，掉在地上。您要是在家，就把门开一下吧，我这边还有单呢。外卖小哥听到了声音，再次叩门。你放门口吧，我一会儿拿。我趴在猫眼监视着外卖员的一举一动，直到他乘坐电梯离开。我最终还是没敢拿外卖。天亮过后，我正想打算报警，刚要打电话，手机里收到了一条消息：“你怎么不拿外卖呢？”这人是谁？我不记得跟他有过好友。我刚想问他是谁，他紧接着问我：“你不是想吃小龙虾吗？我点了外卖给你，为什么不接？”然后附带张我家门口的照片。我心脏狂跳，太阳穴突突跳动。你是谁？我冷静下来想想，我要先找到他的身份。趁他回我消息期间，我快速翻阅他的个人信息，可并没有搜到有用的内容。聊天界面一直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我率先打断他：“不用回了，我会马上把你删掉。如果你再骚扰我，我会报警。”说完之后，我就把他删了。这下他彻底消失在我的通讯录中，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马上搬走。我给房东大姐打电话，并说清自己的遭遇和顾虑。大姐也不想在自己的房子里惹出事端，有些为难地说道：“房子可以提前退租，但押金要扣掉1半。”我爽快地同意了大姐的要求。和自己的生命相比，1半房租又算得了什么？我带着行李打算去闺蜜家先住一段时间，直到找到房子。闺蜜想要我长期住下，但她快结婚了，耽误人家太长时间也不好。很快我便找到了新的房子，约好一起搬家的朋友被老板临时叫走，我便自己回到原来的房子，收拾些剩余的东西。我在电梯碰见了邻居大姐，这大姐对人蛮热情的。好几天没看到你了，还以为你搬走了呢。我浅浅笑着，我是要搬走了。大姐你怎么知道？搬到你男朋友家去呀？我满脸疑虑，男朋友？我单身啊。是吗？那天我明明看见一个男人开门进你家了。大姐也疑惑。听到这里，我心跳都冷不丁的漏了半拍，声音发抖的问：他进去了吗？
大姐压低声音回答我：“没有。”我问她是不是新来的，她就马上离开了。听完过后，我完全不敢回房间。大姐，您能陪我回趟家吗？大姐点头答应。我打开房门后仔细查看四周，发现家里并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便送走大姐。我迅速把东西打包好，然后打给搬家公司。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这种紧张感直到我坐上副驾驶时才消失，这下应该就能彻底摆脱危险了。晚上到了新住所后，刚跟搬家师傅把东西放在门口，我心里一凉。新房的钥匙刚刚在我收拾东西时被我落在了茶几上。师傅擦了下额头上的汗：“小姑娘，你先回去取钥匙，我把其他东西搬上去等你。”回去的时候，我在脑海里演绎了无数遍进门到拿钥匙的过程。我硬着头皮走到了门口，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的起鸡皮疙瘩。我深呼一口气，准备打开门锁。屋内没开灯，已经搬空的客厅显得更加漆黑可怕。我右手触摸到了墙上的开关，灯亮了。我看到了躺在茶几上的钥匙，手刚抓到钥匙，听到身后传来门被关上的声音，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想着是不是风吹的，扭过头看向门口，只见一个男人向我走来。我等你很久了。此刻我的脑子和腿好像分了家，脚也像被钉在了地上，眼睁睁看着这个男人一步步逼近了我。我想呼救，嘴巴张开却失了声。我尽量保持冷静，哆哆嗦嗦的在背后拿起手机准备报警，却被这个男人发现。想报警是吗？仔细听他的声音后，我发现这个声音竟然跟第一次送外卖的人一模一样。男人攥紧我的手腕，疼痛让我变得清醒。他突然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我开始挣扎，用另一只手去抓男人的脸。我用力去踢向他的要害处，他被我彻底惹怒，一拳捶在了我的肚子上，口腔中涌出一股血腥味。我瘫软在地，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节麻绳，把我手脚绑住。我问他是谁，他默不作声，将一块胶带粘在我的嘴上。男人拽起我的头发往卫生间走，头皮传来的刺痛感让我想要大声尖叫，可嘴被堵住，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我的手机在地板上一直震动，可能是搬家公司正在催我。男人听见震动的声音变得异常恼怒，抓起手机就摔在地上。现在我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男人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向我走来，我条件反射般闭上双眼。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男人，无仇无怨，为何这么针对我？他突然大笑：“你不是很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皱眉，睁开双眼怒瞪他。这个男人怕不是脑子有病，想复仇找错人了吧？嘴上被胶带粘上的我无法辩解，但这个变态好像还困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是个疯子，我要冷静，否则保不准他会做出什么事来。男人继续自言自语：“你不是发朋友圈想要死吗？我这不正好遂你的愿了？什么？就因为我在朋友圈里说烦死了，这人就当真以为我想死？我更加确定他就是个疯子。你挑个死法吧，是用锤子砸开你的脑袋，还是用利刃割开你的颈动脉？”我感觉到我可能逃不掉这个变态的控制，我便打算拖延时间，赌那个师傅会发现异常来救我。他看我一直发着呜呜的声音，见状扯开我嘴上的胶带：“你就是个疯子，根本不去在意别人的感受，你以为是在帮别人解脱，但你错了，你只不过是给你犯的错误想找个理由罢了。”我恶狠狠盯着那个男人，他被我彻底激怒了。不要怕，我是来帮你解脱的。他抄起锤子要向我砸过来，房门被警察踢开，一把抓住他拿锤子的那只手，瞬间就地制服。原来搬家师傅刚才打电话过来，被那个男人砸手机时误触接通了，听见手机里传出打斗声，便直接报警了。后来警察找我做笔录，我才知道这个变态一直长期潜伏在我的家里，对我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甚至也会偷看我手机里的内容，好像猫抓老鼠一样戏耍着我。因为这次我长久离家，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了，才对我动了杀心。经历过这一遭事情，让我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变得更热爱生活了。如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你会怎么应对？早上我拉开窗帘，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透过他木讷的眼神，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他想干嘛？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我怒视着他，好在他最后识趣的离开了。我没再多想，谨慎地锁好门去公司上班。一到公司，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咱们小区代入感太强，我已经开始害怕了。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我是不是被盯上了？果然在晚上回家时，透过身后的人影，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想起早上小美的话，瞬间汗毛竖起，我不敢回头，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迅速反锁好房门。喘了好一会儿，
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出于好奇，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在搜索完成后，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突然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在把照片放大后，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惊恐之下，我又拉开了窗帘，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果然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随后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堂而皇之地迅速走进楼梯，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他到底要干什么？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于是便干脆敲起了门。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瘫倒在地。突然门外的男人说话了：“你在吗？能开门吗？从前天开始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你开下门，我来帮你看看。”听到这，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我报警了，警察很快来。我不管你是谁，你赶紧走。”果然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来不及多想，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但是那里好像有个人，从体貌特征看那不是我。难道说家里已经进来了人吗？我惊恐得不敢言语，下一瞬间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我意识到不对，起身刚想往门口跑，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同时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挣开他的手臂，但丝毫没有用。到了卧室，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床上，他面色狰狞，充满猥琐。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再次醒来，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布控，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其实就是警察。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多日的压力和紧张，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不争气地哭了起来。等我情绪平复些后，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下面有个评论：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我反手就点了个赞。直觉告诉我，家里肯定进来人了，因为我确定早晨走的时候马桶圈是放着的，但是现在它被人立了起来。我一直是独居，更是没有开马桶圈的习惯。惊慌之余，我赶忙给闺蜜小美打了电话，小声说道：“小美，我家里好像有人进来过。”我颤颤巍巍地跟她说了一番我的推论。小雨，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我现在就来找你。小美胆子比我大很多，她很仗义地准备来陪我。我也有想过报警，可总不能因为家里的马桶盖被立了起来就报警吧？警察也不会相信的，除非有证据证明家里真的进了变态。没过多久，小美来了，因为她的安慰，我也放松了很多。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随后我便准备洗漱，想着晚点跟小美一起追剧。当我走进卫生间后，我突然发现更诡异的事情，牙刷是湿的。我盯着牙刷紧皱眉头，这种东西都是早晨用完后就不会再动了吧？这是不是说明不久前有人动过它？可小美来到我家之后也没有进过卫生间，那会是谁？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手里的牙刷也掉到了地上。小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小雨，你怎么了？这家里肯定进了变态了。”我红了眼眶，浑身发抖，看着小美：“你说他会不会还没走？”我轻声说着。小美被我此刻的模样吓得一激灵，轻声说道：“小雨，那这样，我们先检查一下屋子里，如果真有人，我们一棍子打下去。”我们开始在屋内地毯式搜索，地方不大，很快就搜索完了，结果一无所获。这样，我们先装好监控，如果真的录到了什么，那就有证据报警了。于是隔天，小美就帮我在家安装了监控设备，要是真拍到了，就更可怕了。小美下意识看向我，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听到小美的话，我更是不敢多想了。检查完监控没问题，便赶忙去上班。晚上因为下班的晚，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小美因为被男友求婚，抱歉地跟我说她今天来不了，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回家。打开家门，我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被动过手脚。
再接着便开始查看监控器的视频，看到从早上8点半安装好监控设备后，房间内就没进过人，所以我便开始一直的快进。当我要快进到自己下班前时，都没看到人，不由得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可就在这时，监控中有情况了，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我的家。进屋后，那男人就拿着我的东西开始一阵闻，之后还想翻看我的电脑。就是这时，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他匆忙地躲进了旁边的衣柜中。下一瞬间，房间内的灯亮了，我进屋了。看到这，我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有些惊恐地看向自己旁边的衣柜。没有意外的情况下，此刻那个变态就在里面蹲着。深夜，我浏览网页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帖子。我杀人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现在该怎么办？出于好奇，我点了进去，贴主是匿名发布的。紧接着看到了下面一群吃瓜网友的回复：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贴主你真搞笑，你怕不是自己在做梦吧？显然大家把这个帖子当作玩笑，这其中也包括我，抱着陪他玩玩的心情给他回复了，先尽可能的把尸体切成小块，加油哦！随着我不懈的努力，终于让我找到了好的学习资料。爱学习的我准备潜心研究一番，那么这一夜注定无眠了。隔天下班比较早，在吃泡面的时候，我又好奇地点开了那个帖子，想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更有趣的回复。谢谢你的回复，我买了电锯，在浴缸里把尸体切碎了，居然也不怎么出血，你可以继续帮我吗？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是以为这个人蛮搞笑的，所以就继续回复道：把碎块包装好再分散丢掉就好了。然而隔天我就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回复：今天早上把右腿扔了，完全没有被发现。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甚至有些害怕了，这不会是真的吧？可其他的吧友还是觉得是贴主的恶作剧，都在嘲讽的回复。这样的结果就是逼得贴主做了回应。看来你们都不相信我。今晚我把证据放在庆春公园的地下通道里，请确认。但是有没有人敢去验证就是后话了。庆春公园，这不就是我家旁边的那个公园吗？我有些好奇贴主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刚好贴主所给的地址离家不远，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当晚的凌晨3点，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公园，来到了地下通道，一眼望去，通道里一个人都没有。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黑色包裹。我愣在原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脑子里浮现出包裹里血腥的一幕，可内心的好奇还是战胜了恐惧。我缓慢地拉开包裹的拉链，随着拉链一点点地撑开，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血腥的尸块，而是一个摄像机。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妈的，果然是被耍了。随后我便开始观察着摄像机，发现红灯闪烁，这明显是开机状态，镜头也是在对着我。就这样，在隔天，一篇标题为恐怖，摄像机拍到的震惊瞬间，视频火遍了各大网站。再点进去，你会看到提示：心脏不好的人谨慎观看。随后画面开始倒计时，接着男人就出现在了画面中。只不过就在他好奇的瞬间，身后突然出现一把刀子，扎进了男人的脖子，男人死了。然后画面一转，一个标题为我杀人了，内容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帖子发到了网站上。当他发完问题，镜头缓缓上移，使得我们看清了这个发问题的人，他正是小雨，而要处理的尸体也正是藏在他衣柜里的变态。你肯定难以相信，昨晚上我目睹了一起凶杀案，但警方却说我在撒谎，对面根本没有人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地板上厚厚的灰尘提醒着我，这里就是一个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李警官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凑到了窗户旁边朝外面看了看。我跟你说了吧，这里根本没住人。我不自在地挠了挠头，怀疑自己昨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幻觉，但是我隐约又觉得不是。昨天晚上是个暴雨夜，雷声阵阵。我从超市下班回来之后，很早就睡下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无意当中看到了对面的房间里亮着灯，窗户上是一对男女纠缠的身影，他们的行动被房间的灯光投影在了窗户上，像皮影戏一般。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哪家夫妻办事，直到我看到那个男人拿着一个我看不出东西形状的物品砸到了女人的头上，然后他再也没有爬起来。我连忙报警，可警方来了之后却说我撒谎。那间房间他们去搜索过，根本就没人住，这太离谱了。好在路过的李警官走来，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知道我的为人，帮我解释了几句，才避免了我被抓起来的命运。事后我们俩找了一个路边摊，掉了2瓶啤酒和一堆烧烤。李警官制止了我喝酒的行为，你是不是又犯酒瘾了？我拿着酒杯的手一顿，是吗？是我喝多了产生了幻觉吗？我有酗酒的毛病，就因为这我老婆也和我离婚了。听说酗酒是有基因遗传的，我爸就因为酗酒失手杀了我妈，而我也没有逃过这个诅咒。人真的是个很奇怪的物种，我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渐渐相信了那晚只是我喝多后产生的幻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我被2个警察一眼严肃地带进了警察局，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那样。他们说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是那栋楼的女业主，而我变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我看着照片里女人的模样，女人被装在行李箱里蜷缩着，是钓鱼的发现了她。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星期，尸体高度的腐烂，不过她的额头上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有一处伤痕，跟我看到的那场凶杀案一模一样。只不过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照片，这不是死者，
我确定，我看到那个男人是用右手打了女人左侧的头，而这个伤口是在右边。这个女人一定不是那天我在窗子外面看到的那个影子，所以肯定还有一个死者。2个女人都死在了同一个雨夜。没想到我在火锅店丢失的手机居然出现在了家里。周末晚上，我和2个闺蜜去火锅店一起庆祝我通过公考。在酒足饭饱后，我准备结账，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刚才还拿出手机拍照来着，我以为落在了桌上，赶紧转身寻找，手机却不在桌子上。小鹿也摇头说没看见。你别着急，我给你打个电话。小鹿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将电话递给我。随着几声嘟嘟的提示音后，对方接起了电话。你好，我是电话的主人，谢谢你捡到了我的电话。你现在在哪里？我尽量心平气和的沟通，不敢惹怒对方。然而电话另一端则是一阵诡异的沉默。我有些生气，忍不住质问对方说：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拿走我手机？为什么不说话？我的话音刚落，手机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我吓得一个机灵，手机差点甩出去。可恶，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的手机可是有定位装置，小心我报警抓你！心吓得砰砰直跳，我的语气也变得粗暴。对方再次发出诡异的笑声，然后挂断了电话。等我再打过去，却一直无人接听。对方嚣张的态度让我很恼火，我气冲冲地去查店里监控，决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可惜我们坐的位置恰巧是监控死角，什么都拍不到。韩雪从厕所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安慰我道：别闹心了，我给你买了个新的，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致，我又露出了笑容，和他们跑去 K 歌。几个小时后，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打开灯的那一刻，我被吓得愣住了，困意全无。我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客厅的桌子上，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用力揉了揉眼睛，再看过去，手机依旧躺在桌子上。我的心越来越慌，人也不自觉地颤抖。竟然有人潜入了我的家，他还在我家吗？我惊慌失措地抓起手机准备报警，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之前那个诡异的笑声，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眼泪不停地往下落。他真的在卧室里。我用力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笑声终于停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握着防狼喷雾，决定去卧室一探究竟。打开灯，我用防狼喷雾尖叫着冲空气一顿乱喷。房间里静悄悄的，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床下没人，衣柜里也没有。我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一遍，都没找到。我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喘着气，拿出手机想报警，但警察应该也不会立案，总不能说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吧。夜里，我刚勉强入睡，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我心里怕得要死，却不停地做心理暗示，这是幻听，这是幻听。我把头钻进被子里，用力地捂住耳朵，浑身抖成了筛子。不知过了多久，笑声消失了，总算熬到了天亮。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我被吓得两腿发软。小姐，有您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放在门口吧。听说是送快递，我松了一口气。快递员应了一声，脚步声越来越远。等等，我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哪里来的快递？我再次屏住呼吸，僵硬地看着门口，身体不自觉颤抖一下。我在猫眼观望了很久，直到确定外面没有人，才灰溜溜地将快递拿了进去。打开快递，里面竟然装着一套颜色鲜艳的衣服。我拿出来一看，上衣的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寿字，这是给死人穿的衣服，衣服的旁边还标注了我的名字和尺码。我吓得直接将衣服扔在了地上，谁这么缺德，竟然如此诅咒我？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蹭来蹭去，仿佛只有这样驱走这套衣服带来的晦气。就在这时，卧室里再次响起了诡异的笑声。没想到我丢失的手机却突然出现在家里。就在刚才，我还收到了一个装着我一样尺码的寿衣。这些到底是谁干的？这诡异的笑声又在卧室里传来，而我却没有走进卧室的勇气，崩溃地夺门而逃，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刚冲出单元门，就接到了小鹿的电话。昨晚睡得好吗？我买了早餐去找你啊。听到他的声音，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小鹿和韩雪赶来时，我坐在台阶上发呆。天气很暖，可我依旧冷得发抖。看到客厅里的寿衣，二人的脸色也很难看。小鹿戴着手套口罩，将它扔进垃圾桶。我可能被坏人盯上了。我牙齿打着颤说：不会吧，你又没和别人结过怨。韩雪握着我冰冷的手。那它是怎么回事？总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吧？我指了指垃圾桶，两个人没有说话，怪异地看着我。不可能是我自己！我尖叫着，
掏出手机打开某宝，看到购买记录后，眼前一黑，坐在沙发上。你怎么了？你们看看这个。我脸色铁青，声音怪异的把手机递过去。那兽医真的是用我账号下的单，下单时间是前天晚上10点。我十分确定当时我在家里睡觉，那晚我哪都没有去。一定有人潜入了家里，动了我的手机。还有那瘆人的笑声也是他搞的鬼。昨天我的手机也是被他偷走的。我愤怒地攥紧拳头。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小鹿担忧地问我。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精神出了问题？二人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你们相信我，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我真的听到了笑声，也不可能发神经买这种东西，一定是有人想要整我，我要报警。你这种情况警察不会处理的。韩雪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得透心凉。放松心情，你就是太累了，我们在这里陪你。小鹿伸出手指为我按太阳穴，手指上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入夜我有些恐慌，生怕又有怪事发生，但好在小鹿和韩雪在身边，困意渐渐向我袭来。我睡得正香甜时，那笑声又出现了，在寂静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我猛地睁开眼睛，身边的2个人都还睡着。我用力推了推小鹿，小鹿茫然地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听到了吗？那个笑声又出现了。我因为紧张声音变得嘶哑。什么声音啊？你睡傻了吧？小鹿揉着惺忪的眼睛，支棱着耳朵听。你没听到？根本就没声音啊。小鹿言之凿凿，可这笑声明明就在。我不服气，又把韩雪叫醒。韩雪的反应和小鹿如出一辙，她摸了摸我的额头。哪有什么声音啊？你睡糊涂了吧？你们真的听不到吗？我用力咬紧嘴唇，眼泪急得都流了出来。小鹿和韩雪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彻底崩溃了，用力地抓着头发。怎么会这样呢？我打算跳下床寻找声源，笑声却戛然而止。卧室里又陷入了寂静，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彻底绝望。难道我的精神真出现了问题？我抖着肩膀，把脸埋在腿间。别担心了，乖乖闭上眼睛，一切都会好的。韩雪贴心地哄我，我闭上眼睛乖乖躺下。可诡异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迷迷糊糊间，我的电话突然响起，3人同时睁开眼睛，惊恐地看着彼此。时间定格在凌晨12点，一个陌生号码在屏幕上跳跃。我吞了一下口水，迟迟不敢接通，生怕电话里又是恐怖的笑声。小鹿和韩雪的脸色也很差，谁也不敢开口说话。电话始终没有挂断。韩雪皱了皱眉，按了接通键。你好，外卖，麻烦拿一下。女性外卖员的声音响起。我根本没订过外卖。巨大的恐惧感将我深深包围。我只负责按订单信息配送，订单信息显示了您的电话和地址。我仍抱着侥幸心理，打开外卖平台，看到订单记录后，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你放门口吧。我对外卖员有气无力地说，订单是40分钟前下的，是我经常光顾的饭店。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还已经被邪祟附体。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我精神出了问题。我冲下楼，将手机扔进垃圾桶。医生推断我可能最近压力太大，造成了记忆力混乱，给我开了安神的药。小鹿和韩雪因为害怕也各自回了家。被丢掉的手机又莫名其妙回到我家桌上，那诡异的笑声也常常在夜里响起。家里的物品长腿一般变换位置，我甚至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因为身体原因，我缺席了公考体检。妈妈担心我，想将我接回老家休养。在帮我收拾行李时，妈妈不慎将韩雪送给我的玩偶碰到地上，玩偶当即爆发出诡异的笑声，我吓得够呛，浑身哆嗦。妈妈却在玩偶里掏出一个微型智能音箱，这种音箱能够远程遥控，按操作者的指令发出声响。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面色惨白地看着妈妈，嘴巴发干地说：“不会吧？”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报了警，警察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原来一切都是小鹿和韩雪搞的鬼，他们嫉妒我即将拥有公务员铁饭碗，就制造了一连串灵异事件。韩雪先是把玩偶当作礼物送给我，在吃饭时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我的手机，在我拨通电话时也是他在装神弄鬼。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任，给过备用钥匙给他们，手机密码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设防，于是2人经常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其实那晚的笑声他们也都听到了，只是故意吓我，让我掉进他们一步步设下的陷阱。我还是将2人告上法庭，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